北约越权指责中国急速扩张，直逼亚太，中国称地区定海神针。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北约亚太化只能是北约的空中楼阁，太理想化了。北约原本与我们中国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近些年来，北约开始多次公开提出中国威胁论调。近期，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声称，中国正竭力加强对西方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控制。中国当即对这番论调进行了回击，更是直接点名了北约越权了。没错，北约作为一个西方军事联盟组织，无论是管辖地界还是职能属性，都没有资格向中国指手画脚。现在跳出来无端指责我们中国，其目的显而易见。正如前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所说，北约是一个没有敌人就没办法生存的组织，亚洲已经成为了他的利益区。现在利用中国威胁论把太平洋沿岸国家也拉了进来，北约就能加速向全球地区扩张，而且北约的目标似乎也一步步的得以实现。比如今年5月，韩国国家情报院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加入了北约的下属机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网络安全防御作业中心，然后日本紧随其后，成为了第二个加入这个组织的亚洲国家。在上次的北约峰会上，还邀请了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等国的领导人，一个北约组织开会，竟然叫几个亚太国家去参加，真的让人难以想象。北约这么做的意图，就是想成为横跨全球的组织。如果北约完成全球化扩张，那又将联合国置于什么地位呢？面对北约在亚太地区的不断侵蚀，中国毫无疑问成为了亚洲的定海神针。首先，这次斯特尔滕贝格极力营造的中国威胁论根本就没有什么说服力。西方国家的建设基础设施薄弱，其根本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身成本高、效率低导致的，而我们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和庞大的市场，给亚洲地区乃至全球都带来了强大的活力。就连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德国和法国都开始转变对华态度，不愿意和中国脱钩。那些还在蠢蠢欲动想要加入北约的亚太国家，不得不从这方面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其次，在美国的一手操办下，现在仿佛在我们中国周边形成了一个亚洲版的小型北约组织。这些国家试图用武力来恫吓中国，北约从成立开始本身就带着对抗基因。俄乌冲突已经给他们敲响了警钟，盲目扩张军事，用武力对抗来谋求自身安全，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安全危机。这是韩国、日本等国不敢一步到位直接加入北约的重要原因。俄乌战争已经将北约国家的面具敲得粉碎，什么民主自由，什么全球安全都是鬼话。北约已经将中国定为了主要对手，我们自然不能坐以待毙。面对北约带来的压力，我们需要负重前行，维持自身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让美国和北约在亚太地区难以掀起浪花。我相信，只要中国妥善处理北约亚太化，只能是北约的空中楼阁，太理想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